退亲。什么？我会与姚家退亲。他要退亲，他不喜欢姚希。宁儿，有这么好笑吗？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是你，才遭人陷害，捡回一条命，万万是笑不出来的。您都知道了，闹得满宫风雨，想不知道都难。还愣着做什么？现在还在外游荡，嫌命太长是不是？我……这不是去羊脂斋的路吗？文昭阁在那边。今日在泰安殿如何？看出来是谁想害你了吗？表面上是个叫焦蕊的小宫女，可我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。太后在审我之时，大有要追究到底之势，却在审宫女时草草结束，着实奇怪。你不怀疑谁？我心中的确有个猜想，却觉得案死人的心思不该是这般简单下作的手段。可纵观全局，此人有能力收买宫女，得知4郡1言的全貌，且能提前做好准备，绝非是在皇仁里查抄宫禁时他得知就能办到。他必定是提前许久便已知晓，方可从容不迫。但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证据。太后的反应已经说明了许多。这倒是。太后虽然想借着此事扯上燕家，但若要对付我，她犯不着如此弯弯绕绕，只可能是那一个她想保下的人。既然你有了答案，准备如何应对？我并未做什么愧对于别人的事，他既想害我，若不还以颜色，兴许他还觉得我好拿捏好欺负。今日他既然敢让我不爽快，那往后我必定叫他坐卧不定，寝食难安才是。孤勇虽好，但若不能审时度势，便是愚钝。先别着急动手，想清楚再做才是。谢先生指点。对了，方才你站那做什么？学生蒙张大人查清内情，方能脱险，是以追去面线。张遮，你同张遮认识，是何关系？哦，没什么关系啊，我就是欣赏。欣赏？张大人素有亲民，是真正的好官，也只有他肯在我遇险时仗义相助，我欣赏他，感激他。你喜欢张遮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燕陵知道吗？我与燕陵只是朋友之情，所以与张遮是男女之情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若是燕陵，便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这一身反骨。就当你是往日便听闻张遮亲礼，暗生倾慕，今日一朝见了钟情，但也未必不是你的一厢情愿。你倒喜欢他，他却未必能高攀上你。你才高攀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才故意说张遮一句，你就急得跳脚，3言2语便暴露自己的弱点。是你宁儿觉得我谢薇是个善类，足以信任呢？还是你觉得世人皆善，对谁都不设防？我若是你，喜欢谁就永远藏在心底，既不宣之于口，也不叫旁人知晓。今日你得亏遇着是我，暂不会对你怎样。倘若他日你遇着他人，想对付你，拿捏你，首先从张遮下手。届时你且看看，害人害己4个字，到底怎么写？先生，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不是说顺道给伴读上课吗？告假了。哦，你去查一查张遮。
不就是个刑部小吏吗？有什么可查的呀？属下这就去。跪下。昨夜我见到那宫女是随你一起去过御花园的，哀家这才知道这事儿是你做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都骗到哀家这儿来了！姑母恕罪，一切都是舒儿的错，还请姑母保重凤体。那个江雪凝除了有几分颜色之外，出身平平，教养粗鄙，牙尖嘴利。你是咱们薛家的嫡女，你怎么会对上那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啊？姑母有所不知，江雪凝得公主殿下亲眼不算，还又得临淄王殿下对她心有所属。舒儿是担心殿下受其蒙骗，才想借由此事将她赶出宫去。介儿，怎么可能呢？舒儿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那你为何后来又替她说话呀？哀家不是教过你吗？斩草要除根。昨夜那张大人已经瞧出了案情关键，舒儿见此事不成，既怕被顺藤摸瓜查到姑母身上，又怕被临淄王殿下知道，坏了姑母帮助薛家的成算，这才想掩人耳目，以待来日的。起来吧。既然一计不成，是不能打草惊蛇。江雪凝、张遮，还有那个燕家，全都来坏哀家的事儿。来日方长，只要在这宫中，哀家自会有办法。这手帕好像王兄也有一条，你们俩该不会是……哎，殿下想什么呢？这手帕普通的很，坊间随处可买。也是啊，不过殿下怎么知道临淄王也有一条啊？就是伴读换座位那一日，我爬书委屈追去解释，碰上了王兄，偶然看到的。这些年也没听说过王兄喜欢哪个姑娘呀。我问他，他又不说。所以薛姑娘也看到那条手帕了？嗯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多问，怕阿叔心里不痛快。毕竟，我悄悄告诉你啊，母后真有心撮合阿叔和王兄呢。所以昨夜的事就是因此而起，补上了这番因果，更能确定背后之人就是薛叔了。
争来斗去，不过就是为了那皇后之位。这一次谁爱做谁做，我不稀罕。昨夜先生相助之事，侯爷已经知道了。今日一醒来，便先请先生到府上一叙，表达谢意。只是不知先生这个时辰过来，怠慢了。侯爷过虑了，昨夜本是谢某巧合路过罢了。对了，昨夜听闻你们去追刺客，可有收获？清风没用，无功而返。刺客狡诈，本就难擒，不必过于自责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您伤势刚缓，怎么出来了？无妨。侯爷，侯爷，您还是快进去吧，要不然世子知道了。燕林孝顺，先前非要亲自去替我煎药，你去帮帮他，我与谢少时说说话。是。侯爷，哎，侯爷，晚辈不敢当。救命之恩，如何不敢当？当年初见少师之时，便觉得莫名亲近。后来，你成了燕林的先生，对他多有照拂，燕林也对你赞不绝口。我想着，这或许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吧。但少师昨夜愿赌上性命，冒如此大险，又是为何？只因是燕林的先生吗？侯爷，您是大秦古公国之柱石，本不该被小人暗算。谢某力有所急，理应帮忙。侯爷，这外面风凉，要不先回房休息吧。昨夜生死之间徘徊，不知怎的，梦里仿佛看见了许多往事，想起了这一生的征战，想起燕林早逝的母亲，也想起了长姐，还有定妃那孩子。这株丹桂树是我长姐出嫁前几年种下的，种了快10年时，那孩子也到了最顽皮捣乱的年纪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他不知从哪里搬了张梯子来，干什么呢？还不快下来！娘亲同爹爹又吵架了，几日都没消了。娘亲她最喜欢桂花香，我想摘一些拿给她，让她开心开心。胡扯！我看啊，就是你小子又皮痒了。你娘跟你爹上个月都吵了6次架，上次你偷糖的时候吵了，上次你偷我酒的时候也吵了，还有那次……舅舅，你熟读兵法，我骗谁也不敢骗您啊！你怎么能疑心我呢？行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动不动哭鼻子，像什么样？你真想要，我摘给你便是。谢谢舅舅。快下！哎，你干什么？臭小子，让我抓住你，非扒了你的皮！舅舅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还没死。这一次我就不告诉你娘了。下次如果你再敢
你试一试，我可就来真的了。谢谢舅舅。调皮。丁妃世子的事，晚辈有所耳闻。侯爷，节哀。那么小的孩子，连京城都没出过，那个冬天又是那么的冷，也不知道宫里面点没点灯，生没生火，夜里会不会有人替他盖被子？多狠心肠的人，才会舍得将他推出去。哎，侯爷，当年我张姐始终不愿相信那孩子葬身于平南王叛乱中，寒痛严府多方找寻，只可惜天下之大，杳无音信。所有人都觉得不过是为人母者不愿相信孩子去了罢。但若是上天有眼，发了慈悲，还叫这孩子活在世间，不知他该长成什么模样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既是上苍眷顾，便该叫他历尽劫波，琢磨成器，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。假若那孩子真的活着，还在世上，为何不早早出来与其人相认？或许他有他的苦衷。好，该是历尽劫波，该是琢磨成器。父亲，谢先生，清风说您跑出来吹风，这怎么行呢？赶紧回屋把药喝了去。这小子，如今都指使起我来了。我那是关心您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要不是谢先生劝阻，我早就杀去薛家了。谢少师说的不错，薛远不会坐以待毙，该销毁的证据，怕是已经都没了。眼下我们无法指证，还需要步步谨慎。侯爷，现在天气渐凉，还是先回房间把药喝了吧。谢某没事，就先告辞了。谢少师，这株桂树虽已多年没开花，但我相信它还没死。若有一日丹桂重开，我请谢少师来观。好。父亲问谢少师了吗？他为何要这般大酒？我总觉得他对我们燕家不一般。这些年，薛家如何卑劣行事，明眼人都看得清。谢少师乃高义之人，不过是以善心而为，你只需要感谢，莫要多想。是。高姐姐，你给我！卢师先生他们还在那边呢，你们两个别乱跑。见过圣上，先生。见过圣上，先生。
还以为是天冷生病，原来有功夫喝茶，却没功夫上课。朕听舅父说，前几日夜里你想要进宫，还碰上了搜捕逆党的新无畏。是，臣前几日将琴拉在了宫中，本想连夜回来取的，结果路上琢磨曲子忘了时间，等天明了才进来。哦，谢卿爱琴如此，果真是个琴痴啊！江姑娘，正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江姑娘，泰安殿里嫁祸你的那个宫女死了，圣上要见你。死了？他们这是想堵住我的口，息事宁人啊！果然是好手段。此事本该是王公公来通知姑娘的，但我担心你不知其中厉害，所以斗胆前来。还请姑娘一定要听我几句。什么意思？自那夜案发之后，太后娘娘频频在圣上面前提起姑娘，言说姑娘言语犯上，不好相遇。可圣上却认为此事本就有愧于姑娘，是以命慎刑司追查至今。那夜生死危局，我为了求生，少不了得罪太后。太后这样对我，也不意外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此事该如何应对，不会贸然冒犯圣上的。说到那夜，圣上来的突然，是你去请来的吗？多谢。姑娘与我就不必客气了。对了，江姑娘，还有一桩事也要告诉姑娘。近几日，定国公常常来御书房，言语间似有离间谢少师和圣上之意。谢微，薛家竟是注意到他了吗？你起来吧。是。朕本答应要给你一个交代，只是此人畏罪自杀，这案子也只能不了了之。不过慎刑司那边前几日倒是审出了些东西，这个宫女应该是平南王安插在宫中的乱党无疑。乱党？怎么，你有何异议？回圣上话，臣女只是没想到杨芷斋身边竟然会有乱党，还好此人已经死了，不然臣女怕是要寝食难安了。你这是在宫中，区区一个乱党，有何可怕的？多亏圣上拨冗为臣女主持公道，不然臣女一介弱女子就要遭了他们的算计，这危及自身不说，沾上乱党还有连累家人，这可多不好。江尚书在前朝也算是为社稷为朝廷鞠躬尽瘁，江二姑娘在此事上也是颇受了一番委屈。这样吧，明日我让王心义亲去一趟内务府，着人为江二姑娘拨下赏赐，算作宽慰。臣女谢圣上恩典。我都已经装傻充愣，认了这糊涂官司了，他还要如何？说到那夜之事，朕听说你出了泰安殿之后，与谢少师见了一面。不仅如此，朕还听说这谢少师赶出翰林院的2位夫子，都曾是责罚过你的。看来正宝所言不虚，薛家这是要对谢微下手了吗？而今我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倘若在这个关头让沈郎发现了他的马脚，燕家跟我都要遭殃。其实臣女也觉得谢少师对我有些不同。哦，怎么样？他与臣女父亲交好，从前在家里也碰上过几回，可不知为何入了宫之后好像更加不同了。圣上知道吗？谢少师还单独让我去学琴，这多不好啊！圣上为何嘲笑臣女？臣女只将此事同圣上一人讲了，可不能让旁人知道。罢了罢了，你也不要多想。既然是来伴读的，就要把心思多放在学业上，听清楚了吗？是，谨遵圣上教诲。下去吧。
美则美矣，只是这性子，实在是一团孩子气啊！要不是朕为谢卿操心此事，还不知道他几时才能成家呢。嗨。都说沈郎性子多疑，我这样装疯卖傻，也算是蒙混过关了吧？宫女虽然死了，但薛家的手段不会因此而停，少不得要与谢薇见上一面，将今日之事说给他听才行。谢娟，这一回是你欠我的，可得好好还我才行。啊切！确实棘手啊！这犯人似乎不开口，我看呢，他本来说也是加刑的，人家的家人啊，这不就是屈打成招了？强大人，你真的要跟姚家退亲？是啊，我已将婚书退回，过几日得空了，便会请人替我将姚家的定亲礼送回。这是吏部之首姚尚书啊，堂堂的吏部之首啊，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大人，此乃张某私事。你别跟我来这一套。刑部因为你已经将新武卫得罪惨了，如今姚尚书赏识你，想招你为婿，那就是你的机遇。我们这里多少人的考教都捏在姚大人的手里啊！你要是连他也得罪了，很难在刑部混下去了。在下本就是通过吏考上来的，也无意做高官享后路。若是吏部因私罢免在下，那我接着回老家县衙为吏便是。我的张大人呐，上次泰安殿一事，你我也算是患难之交，你就听我一句。张哲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粪坑之时，又硬又臭啊！哎，你最近为什么总往我们家跑？你生意不做了？做生意？谢伟整天使唤我干这干那，生意早就做不成了。我刚到的几张好钱，他全给我拿走了。今天我非在你们家吃回来不可。大秦，现在不是让你找龚一成吗？有消息没有？没有。可以快点吗？啊，快！陈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谢大人可在里面？臣有要事，请大人指点。请进。唉，又是一个上了贼船的可怜人呐！不许你说先生！啊！剑叔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，别动！哎呀，你给我站住！别动！我打死你！你给我站那儿！上一次陈大人甘冒危险入宫救人，谢某感激不尽。只是少不得提醒一句，陈大人可知张遮明明一介白身，是如何入朝为官的？只知是吏考出身，其他的倒是没有问过。张遮自幼家贫，他为了不拖累寡母而放弃了科考，转投了吏考。所谓吏考，并非是正式官员，往往事急则用，事定则罢。但冀北道监察御史顾春芳，他慧眼识人，看中了张遮之才，破格将他举荐给了朝廷。顾春芳于张遮而言，不仅有知遇之恩，还替他平反了父亲的冤案。此二人之情谊，绝非泛泛。顾大人把张遮安插在刑部，是有意而为之。顾大人外任多年，不日便要回京，而刑部尚书之位空悬多年，莫非圣上有意让顾大人？谢大人真是洞若观火，对一个小吏都了如指掌，走一步观十步，实在是令人佩服。陈大人言重了，谢某只是对张大人也比较好奇罢了。若日后有张大人任何消息，还请陈大人跟谢某互通有无才是。大人放心，陈莹愿为大人肝脑涂地。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
你怎么了？可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今日一早，宫里派人送了许多赏赐来，老爷请人打听了才知道，姑娘在宫里受了大委屈，灵儿这是在担心姑娘呢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走吧，去向父亲请安，好叫他莫要担心了。嗯。雪宁见过父亲、母亲，给二老请安。哎呀，回来了就好啊！宫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赶快跟爹和娘说一说。你这丫头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得先跟家里知会一声嘛。你知道我和你娘啊，还有你姐姐有多担心你吗？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宫里那么多的伴读，为什么偏偏就是你出事呢？你是不是该问问他？他自己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哎呀，好啦，我不是在问呢吗？我就说嘛，当初就不赞同你进宫，以你的脾性，只会惹事，胆大妄为。你看，现在出事了吧？怕了吧？我常常给你叮咛叮嘱，要好好守宫里的规矩，你呢，只会当耳旁风。我说二姑娘，你能不能顾惜顾惜自己的小命，不要让全家人都为了你操心担心，你让我省省心吧。在母亲眼里，变什么都是我的错吗？您还真是每一次都会出乎我的意料。有你这么跟母亲说话的吗？哎呀，好了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不要说了，行了，宁儿，你刚从宫里回来，一定累了，先回房休息去吧。来，送小姐回去休息。你看看他啊，你看看他什么样子？哎呀，好啊，你少说一句。哎，你瞧瞧，你瞧瞧这两人，这是猫和老鼠，还是老虎见着猪啊？非要吃掉一个才算完呐！到年岁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。来，眼看你们姐妹俩都长大了，这婚事也该提上议程。但是你瞧瞧她这脾性，我都愁死了。你说什么样的人家才会要她呀？哎呀，母亲放心，父亲在朝中广交好友，自有好的会为妹妹相看的，您不必过于忧虑。好了，先不说他，说说你。本来以你的条件要寻觅一户好人家，那绝对是没问题。但是现在，你难免会被宁姐儿影响，你叫我如何是好呀？姻缘天定，强求不得，随缘便好。你呀你，就是你这般性子，迟早要吃亏的。满者损之机，亏者盈之戒，吃亏是福。瞧你这张小嘴，连娘都说不过你了。
父亲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。来，快过来。慎，优也，父亲是在担心江家与燕家的关系。宫中逆言一案，薛太后的确是想通过女儿将罪名往燕家身上引，不过好在刑部的张大人已经替女儿洗脱了嫌疑。宫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可是这前几日永义侯府也出了事情，你在宫里可有听说？依女儿之见，虽不知侯爷因何受伤，可薛家在当夜便封城搜查，那说明两家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之势。去宫里早更加长大了，见微知著，所言不虚啊。这燕薛两家的心结累积了20年了，他们积怨已深，恐怕是很难化解了。更何况这还有……父亲是想说，定非世子之事？女儿听说过300忠魂的传闻，说燕薛两家在此事之后断交，可女儿总觉得其中很多细节不合常理。父亲清楚当年之事吗？这当年呢，平南王趁着先皇病危，血洗了皇宫，许多事都是从仅有的幸存者口中传出来。你也懂得，这世上人言有几分可信呢？再后来以讹传讹，早就把真相和这流言混作了一团，真假难分呐。我们能看到的就是，先皇当年便病重驾崩，幼帝登基，太后垂帘扶立了薛氏，直到前些年圣上大婚，这才还政。而这些就是咱们能够用眼睛看到的事实。如今薛家势力遍布，永义侯府之难，当真无解吗？这燕林跟你也算是青梅竹马了，虽然这小子每次来咱们这儿都翻咱们府里的墙头。是草草嫁人。哦，女儿斗胆恳求父亲，往日燕陵有恩于我，如今侯府若是遭难，女儿也想尽我所能帮衬一二，绝不连累府中，还望父亲答应女儿的不情之请。好啊，好啊，原以为你还是那个没心没肺的小丫头，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明事理，而且懂得知恩图报，爹真的甚感欣慰啊！爹答应你，在这朝堂之上，有机会的话，爹会选择站在燕家这一边。